群美军士兵正在奉命清理战场上伊拉克战俘，本以为执行完高层的命令就可以如愿撤兵，不料其中一名战俘却拼命反抗，死活不让士兵搜身。领头的见状，这老小子肯定身上藏东西了，于是立马下令让士兵将其摁在地上仔细检查。随着几个人麻溜扒拉开战俘的裤子，果然发现小瘪犊的后腚竟藏着一张小纸片。士兵着急忙慌地将其取出，展开后发现上面手绘了一条线路图。为了找出其中的端倪，士兵赶忙找来侦察地图仔细比对起来。仨人研究半天没研究明白怎么事。这时得知此事的美军少校径直走了过来，只见他拿起地图用小手搓了2下，接着跟那个老缉毒犬似的一顿猛嗅之后，当即推断此图是一张藏宝图，而纸条上标注的仓库位置极有可能藏着是萨达姆执政时期从科威特掠国过来的3.5吨小黄金。事已至此，一想到自己回国后即将退役，少校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于是他拍了个大嘴，拉拢3名小兵，我说想不想干比较大的？3.5吨的黄金，哥几个平分后半辈子，指定是四个不愁。听完少校的想法，几个人是一拍即合，高兴嘚儿了，当即携带武器装备，驾车开启了寻宝之旅。3个来点之后，4人顺利抵达了地图上标注的1号仓库。少校冲在前面，哐当一脚踹开大门，顿时给屋内的伊拉克士兵整得一脸懵逼啊！老实儿的把手举起来，一个月才几百块，你们他妈拼什么命啊？紧接着几人赶忙在屋内四处撒嘛，没成想翻了他妈老半天，连根金毛都没找着，顿时给少校气嘚儿了，紧忙掏出小纸条询问伊拉克士兵：“你想活命就告诉我，黄金藏在什么地方？”金子在2号仓库啊！从士兵口中得知黄金的具体存放位置，4人赶忙驾驶妹妹车前去寻宝。半道上，几人停在路边休整。这时，少校看着地图，瞬间想起了刚刚忽略的细节，不得劲儿啊！1号仓库的村口守卫着2名伊拉克士兵，咱们刚刚驾车经过的时候，小瘪犊子反倒极力的掩护身后的水井，看来那座水井的井下必有蹊跷啊！说罢，4人急忙折返到1号仓库，先是持枪控制住几名伊拉克守卫，之后少校自开始拉开钢门，果然库井里藏着一条通往地下的密道。完后他们留着1人在地面上负责警戒，少校则带着其余2人迅速钻了进去，看着摆着满满登登的金砖，顿时3人高兴完吧了，当即决定合力将其偷摸运走平分。然而士兵刚抬起金条准备往外搬，不料金条竟叮了呱啦散落一地，眼瞅着到手的肥肉运不出去，顿时给3人急完吧了。就在这时，黑子膀胱一扫，发现地上的驴牌蛇皮袋。听我说，这种袋子可以承受60斤的重量，那你还寻思啥呢？赶紧弄啊！就这么式，3人很快将金条全部分装打包好。为了尽快将黄金从萨达姆的秘密基地运走，队友搁路边抢来了一辆正在加油的小卡车。可没成想，几个人左手拿包，右手持枪，刚走出密道，就和迎面而来的伊拉克军官正个正着。几人见状，本以为小命都他妈得交代在这儿，谁知对方拍个大嘴问道：“Sir，用不用我派人帮你们搬？”少校听后高兴嘚儿了，赶忙答应。就这么式，伊拉克士兵排成一排人链，很快将一袋袋金条全部装进卡车车厢。完后就在4个人带着缴获的黄金准备开车撩人时，不远处难民的哀嚎却吸引了几人的目光。只见伊拉克士兵举起避避枪，砰的一枪，难民瞬间便倒在地上没了呼吸。少校见状，心生怜悯的走过来试图劝阻，可没成想军官却一脸嚣张的警告他：“狗拿耗子保管闲事啊！”原来就在1天前，美军高层就已经下令美军禁止介入伊拉克内战，而军官之所以此时赶来，就是为了清除残余的叛军，甚至就连曾经帮助过叛军的平民也要一一被处死。眼看着士兵依旧要对难民和小孩下手，顿时给少校气嘚儿了，当即上前将其撂倒在地。军官见状也架起怀中的AK-47准备开干，没成想子弹却在2人的拉扯中打到自己腿上。紧接着少校举枪抵在军官的下巴上，就是一枪，眼瞅着领头的倒在地上当场嗝屁，顿时给伊拉克士兵吓嘚儿了，纷纷缴械投降。然而还没等几个人喘口气儿，伊拉克的增援坦克就闻声赶来，眼瞅再不撤离，小命都他妈得交代在这儿。于是几个人着急忙慌的带着难民开撩。此时赶来增援的伊拉克士兵发现了军官尸体，气得当即架起炮筒朝美军撤离的方向射出了几枚烟雾弹。司机见状急忙猛打方向盘进行躲避，可没成想竟直刷刷的把车开进了雷区。危急时刻，车上的几个人麻溜跳车进行躲避。爆炸产生的碎片一会儿就将卡车的玻璃击碎，没等司机反应过来怎么事儿，卡车就失去控制，一头扎在地上。混乱中，一名美军被追来的伊拉克士兵趁机刷走，而其余众人则被埋伏在附近的难民给救下。事后，当得知几名美军是为了抢夺萨达姆藏匿的黄金而来，领头的难民当即和少校几人谈起了条件：只要你们3个帮助我们逃到伊朗，到时候黄金将尽数归还。说罢，领头便将武器递到了少校手中。一想到完成护送黄金就能失而复得，于是少校当即便带领着难民踏上了逃亡之路。不料众人在途中被一架敌军武装直升机给盯上，只见飞行员成功将目标锁定后，机头的加特林枪立即照着美军士兵疯狂扫射。危急关头，队友黑子赶忙从包里掏出一枚绑着炸弹的橄榄球，对准妹妹机使出吃奶奶的劲儿，一人一下扔了过去。
瞬间，小瘪犊的妹妹机被整个浪的炸成碎片片，成功逃脱掉伊拉克政府军的追击后，难民带着少校3人来到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据点。一听说几个人逃亡急需交通工具，反叛军首领当即把众人带到自己的私人车库，里面的豪车全是从科威特抢夺而来。看着一辆辆摆放整齐的豪车，上校内心顿时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很快，有一排豪车伪装成的萨达姆车队浩浩荡荡朝着关押队友的敌军疾驰而去。为了使敌军不产生怀疑，彻底信服，少校先派出了一辆挂有伊拉克国旗的妹妹车，通风报信，迷惑敌军。总统马上就到，你们打了败仗，他很失望。总统打算把你们通通军法处置，就地枪决。说罢，被一脚地板油扬长而去。没等门口那个几个小兵明白怎么事儿，放哨的警卫就观察到不远处浩浩荡荡的车队，瘪犊子们顿时吓嘚了，急忙丢盔卸甲，撒丫子撩人躲避。就这么事儿，等少校带着众人赶到之后，不仅轻松的将队友给成功救了出来，而且释放了营地里关押的所有难民。此时经历了生离死别的4人终于再次团聚，几个人正沉浸在重逢的喜悦时，不料远处的草丛里却突然冒出了一名伊拉克士兵，照着美军 biu 就是一枪。少校见状，则急忙持枪上前将伊拉克士兵射杀。事后几个人将队友的尸体进行简单安葬，便继续护送难民踏上逃亡之路。在经过了半个来月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抵达伊朗。可没成想，难民刚一踏进边境，大批美军士兵便坐着妹妹机追了过来，不但把所有的难民全部给关了起来，就连少校4人因为擅自离队，面临着军事审判。看着3名被制服的下属和接触半个来月的难民，少校当即决定用准备4吨的黄金和金条跟长官做个交易。最终在3.5吨黄金的诱惑下，美军长官下令放了全部难民。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去的背影，少校几个人依依不舍地朝着他们挥手作别。